江家抄没家产白银12万两，田宅96处，即日流放钱中道3000里。听说了吗？说是江家督造的军械以次充好，害得前线将士白白死了一大片。造孽哟！这一去3000里障绿地，怕是连尸骨都回不来喽。3000里钱中，近100年押过去41罪官，活着走到的9户，你们江家好自为之。9户，这伤全家的命！明着流放，暗里杀人。可他们都不知道，我偏知道，那片山底下埋着煤铁、盐、朱砂，这哪是流放，是把我送进了一座没人认得的金山。爹娘哥，再忍忍，这趟黄泉路，我偏要把它走成一条青云道。这一路，路头就能挖的浅煤，红土里裹着的铁矿，缺盐缺到斗米换金盐的穷洞。别人看见的是荒山野岭，我看见的是一桩桩还没人做的大生意。妹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思东张西望？哥，等着，到了地方，我让你知道，这趟流放是咱江家天大的仓皇。你呀，怕是被这一路吓糊涂了。江家戴罪督造，3个月，这死炉里给我炼出5万斤军铁，炼得出戴罪赎命，炼不出，江家满门就埋在这炉子边。炉子塌了半边，卢工跑的没剩几个，3个月炼5万斤，这是逼死人！逼死你们的是你那位驻猎冲粮的爹哟，这就是江家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细皮嫩肉的。桑大人这么盼着江家死，怎么，你一个娇滴滴的醉眷，还想炼出铁来不成？3个月后，大人是来收尸还是来收铁？到时候自见分晓。牙尖嘴利，老子倒要看看你拿什么练！哼，等着给你全家收尸！又送你家来填炉子，这小姐细皮嫩肉的，怕是撑不过10天。3任监制都没炼出铁，凭她一个娇小姐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等着收尸吧。一座死炉，在他们眼里是江家的坟，可在我眼里，她是我在钱中种下的第一颗种子。最官家的千金小姐也想烧炉子，这炉子3任监造都没修活，逃了2波炉工。姑娘，别拿我们寻开心。雷把头，我问你3句：这炉子是不是一化铁就温不够，铁水流不出来？是不是炭越堆越多，火却越烧越闷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这谷里风小，炉子吃不饱风，火就旺不起来？姑娘，这3样是压了我20年的死结，你说怎么破？炭不够烈，我用山里的黑石；风不够猛，我借谷边的溪水。给我5天，我让这死炉吐出20年没见过的铁水。黑石溪水，姑娘，不是俺泼冷水，这死炉3任监造都没辙，你一个没碰过炉子的姑娘家，3任监造没一个懂炉温2字。雷把头，你守了这炉子20年，是想再守着他死20年，还是赌我一回？5天后看他出铁。赌？俺这20年都熬过来了，再赌你5天。姑娘，你说咋干？俺这把老骨头豁出去陪你干。这20年的死结，就是我撬开人心的第一铲。这叫煤，点着了比木炭旺10倍，还耐烧。山里漏头就有，刨开表土就能挖。炉温上不去的死结，头一把解在它，第2把解在水上。西边架一架水车，带动大风箱，日夜不停往炉膛灌风。人力鼓风一歇就软，水力鼓风不知道累。水风，姑娘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传下去，分3波。挖煤架水车修炉房，5天后点火。这黑石头真能比炭还旺？俺干了半辈子炉子，没听说过。少废话！江姑娘3句话就说穿了俺20年的死结，她说能成就准成，都给我卖力气吧！种子下了土，接下来就等它破土那一刻。姑娘，成不成就看这一把了。点火，开水车，鼓风。妹，怎么还没动静？等，火候差最后一线。退后！出铁了，真出铁了！20年了，我雷某烧了20年炉，头一回见这么旺的铁水。堂兄，是真的，俺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大哥们，你们在天上看见没？咱这死了几十年的炉子，头
他活过来了！江姑娘，俺老雷福大心眼里服了，这双老眼判了20年，今儿才算没白活。往后这验所，你说咋干，俺们就咋干。听江姑娘的。好，这第一炉铁只是开头，跟着我，往后你们不光有铁打，有饭吃，还要让这座死研所变成黔中谁都不敢小瞧的地方。这一炉火烧化的不只是铁，是这10几个人的心。可这才刚开头，这片死地，我要一茬一茬的种下去，种成黔中最富的城。姑娘，这头一炉好铁不打刀枪，打啥？打这个，取原离。咱们要活命，先得有粮。要有粮，先得开得动这石头地。邪了门了！这里一拐弯，一头牛顶过去3头，一天能开3倍的荒。有了这神梨，咱这石窝子也能变成田了。光开荒还不够，种上60天就熟的稻子，咱们1年能收2、3茬。雷笔头，铁坊云1半人手，给我赶打300把去原里铁锄。黔中这满山的荒，我要把它全变成田。得令。铁是我种下的第一样，它长出的第一茬庄稼，这叫速生稻，耐旱不挑地，60天就熟。咱们赶在大旱前就能收第一茬新粮。哪有长这么快的庄稼？等着收就是。真熟了，这死地里竟真长出了金灿灿的稻子。流放之地，寸草不生的死谷，竟让昭儿种出了粮。香啊！这新米熬出粥来，能相投半个山谷。弟兄们，今晚广告上开的是有粮喽！哥，爹，从今天起，江家在黔中饿不死了，这些跟着咱们的人也饿不死了。种下1把谷，收回1仓粮，这就是种田。你对土地下多少功夫，它就回你多少庄稼，一分不省。可我盯着的从来不只是这仓粮，是这一张张吃饱了开始信我的脸。妹，这又黄又苦的流水能有啥用？黔中缺盐，斗米才换1斤苦盐，可这苦盐糖的水滤掉杂质，熬干水分，剩下的就是血一样白的好盐。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我活了50岁，没见过这么白的盐，这一锅够换多少米啊？真不苦，这盐比县城卖的官盐还白，姑娘连盐都能从苦水里变出来，咱们跟着她，真是饿不死，亏不了啊！这不只是盐，是钱，是往后跟人换一切东西的硬通货。黔中人守着满山的宝，喊了几辈子穷，不是这地里长不出东西，是从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种。我来告诉他们，然后让他们都记着，是谁带他们从这苦水里熬出了第一把白盐。姑娘行行好，俺们是临县逃荒来的，一路上饿死了多少人啊！听说这江野香屋有饭吃有活干，俺们走了3天3夜，孩子3天没进食了，姑娘给口吃的吧，俺们啥都敢干。先把粥架起来，让大伙吃饱再说话。3天了，总算吃上一口热乎的了。姑娘，你就是俺们全家的再生父母啊！哇，快给这位姑娘磕个头，是她给了咱们一条活路。听好了，想活命的都留下，我这儿不养闲人，能挖矿的挖矿，能啃田的啃田，能烧炭的烧炭。干1天活，管3顿饱饭，月底发盐发米。肯卖力气的，开出的荒地3成归自己。谢姑娘活命之恩，俺们愿意干，啥都愿意干。是人心，是一双双愿意跟着我开荒拓土的手，一个跪下来谢我活命之恩的人，往后就是一个肯替我拼命的人。人来了，地盘就得扩。下一茬，我要种更值钱的东西。妹，好好的粮食蒸熟发酵，又架着怪锅，搞啥名堂？黔中的米酒浑浊不值钱，我要做的是清亮如水、入口似火的烧酒，1坛顶10坛米酒的价。好冲的酒气，我活这么大没闻过这么烈的，这1坛得换多少粮啊？够劲儿！这酒一进喉咙，像吞了团火，可越品越香。妹，京城最贵的烧猫子也比不上这个。这叫单稀烧，盐能换钱，酒更能换钱，1坛顶10坛米酒的价。这朱砂磨成粉，是京城贵人抢着要的单砂颜料，比银子还贵，只当矿货卖，谁也不许往嘴里碰，有毒，粮管饱肚子，盐、酒、朱砂，管发财。到了江南临安府，别急着亮货点，先摆一桌席，用咱的单一烧血盐干尸些腹肠鲜馋，再说着此一批，过了这村没这店，让他们自己抢，自己抬价。欲擒故纵，俺懂了。那要是有人压价呢？谁压价你就说已有别家在谈，转身就走。记住，底下把咱的画在册子上，往上抬多少，看你的本事。姑娘放心，俺保准给您卖出天价。姑娘神了，那血盐烈酒朱砂被一个泛海胡车用底价10倍一口包宽，抢的渣都不剩。1万两雪花银，还换回1000匹蛮布，5000斤精铁，够全业所吃1年的精米和您要的各样谷种。这就是种田最大的爽处，你种下，它加倍还你。
银子不是用来藏的，是用来下种的。有了金铁，再添3座高炉，有了粮阔10倍的酒坊，招来的匠人分到各坊去量产。姑娘，这是要把整座山都变成出钱的锅坊啊！没错，炉子越多，坊越多，出的货越多，咱们就越富，跟着咱们的人就越多，这就是滚雪球，停不下来，也不能停。3个月前这还是个鬼都不来的死研所，如今成集镇了。铁生粮，粮生盐，盐生酒，酒生银，银又变成更多的炉，更多的坊。这叫甘蔗，榨出汁，熬干水，就是比盐还金贵的糖。甜，这雪白的糖，京城贵人吃得起，咱们竟也熬得出来。妹，这后山的硬杆子汁竟能熬成比饴糖还白还甜的糖霜，这一车拉出去，得换多少银子？糖比盐还金贵，一车白糖换回的银子，够咱们再起一家工坊。黔中的高山云雾最出好茶，明前的嫩芽炒出来是贡品的价。建成要砖瓦，卖钱要瓷器，这把火一烧，连脚下的泥土都变成了钱。糖、茶、瓷，而每开一样新门道，仓里就多一样新迹象。姑娘，这一季光是糖和茶又卖了2万两，江南的商后都排着队求着来咱这儿进货。临安、广州的胡商连下一年的定都提前下了。银子还是不多哟，3成囤粮铁，3成添兵器，剩下1成给全城每户添一身新衣，1袋白米。江姑娘，江姑娘，江姑娘。仓里的货越堆越高，账上的银越滚越多，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富，这就是种田最让人上瘾的地方。在下钱通，跑了20年滇黔商道，手下300号脚客，上百匹骡马。江姑娘这货主，老朽走南闯北一辈子，从没见过一处地方能同时出这么多样上等好货。钱当家远道而来，是想做笔生意。不瞒姑娘，许家把持黔中盐铁做数10年，把我们这些小商道挤得帮兄弟，愿挂在姑娘名下，替姑娘把货卖到滇川两广。钱当家肯来，我正缺你这样识货又识路的人。往后我的货走出黔中，就托付给你。多谢姑娘，钱某这就把滇黔的商路全给姑娘铺开。货多了，连跑了20年商烙的大商帮都自己找上门来投，我的家底每厚1分，来投的人就重1分。从流民土司大将到如今的大商帮。姑娘，这一趟糖、茶、瓷、盐、酒一路铺到了两广巴蜀，光这一季进账5万两。江南的胡商连下3年的订单都签了。钱当家果然好手段，是姑娘的货好。如今提起黔中，谁不知道江姑娘的雪盐单锡烧？姑娘这名号比官府的招牌还响。货卖得越远，名声就传得越广，名声越广，来投的人、来求货的人就越多。钱当家，下一步把货行开到每一座大城去。得令。江姑娘，俺打了一辈子铁，铺子被盐商挤垮了。听说您这儿招匠人，求收留。姑娘，俺有一身贩货的门路，愿替您跑商。来的都是客，会跑商的进攻队，肯出力的下矿垦田。我这镇子养得出你们，也养得出你们一家老小。上百上千，已经不只是庄稼，是一座城的雏形。可树大招风，这泼天的富贵，也该惊动黔中那些坐地的老爷们了。这还是那个鬼都不来的死夜所，短短数月竟成了这般光景。江姑娘，俺岑虎管着这一带12寨，在黔中也算说得上话的人物。听说你这流放来的罪眷，把个死夜所折腾成了城，俺今儿来，一是开开眼，二是寨子里年年贴铁缺盐，娃娃饿得皮包骨，想跟你换些铁器和盐。岑土司是来换货，还是来掂量我有几斤几两？爽快！不瞒你说，俺横行黔中半辈子，还没真服过谁。今儿就看看你这江姑娘是真有本事，还是浪得虚名。岑土司，铁器盐粮我都给你，不光给。这一车先送你12寨，开春再来。我教你寨子的人怎么用这梨开荒，怎么熬盐种粮，让你12寨的娃娃往后顿顿吃得饱。这一整车的好铁白盐，你就这么白送俺？姑娘，你图俺啥？我图你12寨的人能吃饱饭，图你我一起把这黔中的穷山变成富山。岑土三，你我都在这片山里讨生活，与其各顾地地穷，不如抱成一团，一起富。江姑娘，俺岑虎在黔中横了半辈子，从没人这么实诚待过俺的寨子，这份情俺记下了。俺12寨往后唯你马首是瞻，谁敢动你，先过俺12寨这一关。我送出去一车铁，一车盐，收回来的是一个土司12个寨子几千号人的归心。老朽古元州曾在京城匠作间掌盐40年，告老还乡。一路行来，见这黔中荒山里竟立起一座矿中雄城，水利古风连发弩，雪花精盐，桩桩件件皆是老朽闻所未闻。敢问这些都出自姑娘之手？古老前辈谬赞，不过是些粗浅法子，让大伙吃饱饭过好日子罢了。粗浅？老朽在匠作间一辈子，长着天下最好的工匠，也没见过把死炉烧活，把苦水熬成雪盐的本事。姑娘，你这一身的学问埋在这深山里，
可惜了。前辈这话差了，这身学问埋在京城才是真可惜，在这儿他能让几万人有饭吃，有铁矢，有活路。好一个几万人有活路！老朽这把老骨头别无所求，只想留下来，跟着姑娘把这身手艺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前辈肯来，是江家天大的福气。这满城的工坊，往后就请前辈坐镇。好，老朽这就把匠作剑的摊家本事都使出来。姑娘的高炉，我能再给你提3成炉温；那连弩，我能改得更准、更快、更省料。听说没？京城江作剑的古大将都来投奔江姑娘了，连这等人物都来了。跟着江姑娘，咱们这身手艺总算有了用武之地。往后这城里的工坊可了不得喽！从逃荒的流民到益州的土司，再到京城的大将，跟着我的人一个比一个有分量。这座城正在把整个黔中最厉害的人一个一个吸到我身边来。来的都收下，按个人的本事，边境矿队、田队、工坊、商队，开矿的开出的贴3成归自己，下矿的按空计酬。女人孩子能晒盐、能编席的，一样发粮。姑娘，咱这哪还是个镇子，都赶上一座县城了。这是个滚雪球的局，越滚越大。路修通，商队子进出快1倍，仓建好，粮盐囤得住，集市立起来，四方的客商都来咱这交易。咱这镇子要变成黔中的货物荟萃。又来了！老哥，俺跑遍西南，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去处。哎，才2年光景，一片流放的土地，咋就成了这般景象？那是俺们江姑娘的本事，她带咱们挖矿、种田、办作坊，如今家家有铁矢，顿顿吃得饱，谁不愿往这儿奔？半年前，咱们是带着家被人押进这死谷的罪犯，如今这满城的人都喊你江姑娘。妹，我有时候都不敢信，这是真的。哥，这是咱们一步步挣来的，信不信？他都在这儿，一砖一瓦，一个人都是咱们自己挣下来的。昭儿，为父在朝堂上喊了半辈子富民，从没真正做到过。你在这流放的死地做成了。爹，这还不够，可我心里那张图比这座城大得多。只是我这边盆满钵满，黔中那些靠盘剥过活的老爷眼睛该红了。江姑娘好大的手笔，这黔中的盐铁本是我屈家的生意，姑娘一座城拔地而起，抢了曲某不少风头啊。曲老板有话直说，算账谈不上，曲某是来给姑娘指条明路，姑娘是戴罪货再金贵，运不出这重山，也只能烂在手里。可曲某的伤后通江南，连经济，所以曲老板的意思是，把这城这盐所挂到曲家名下，7分拿7，官面商道曲某替你摆平，姑娘安安稳稳做你的富家公，岂不美哉？曲老板就想拿走7成。江姑娘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黔中这潭水深得很。曲老板，这是在威胁我。言尽于此，3日之内给曲某一个准信儿，告辞。他不是来谈生意的，是来收编我的。我不肯入局，他就要先捉了。姑娘，不好了，料路被曲家断了，州府又来3倍的税，城外还有探马回报，黑风寨上千马匪正往咱们这儿扑，这是要一口吞了咱们。料路短，我自有3座矿山，煤铁锹自给自足，断不了我。至于马匪，传令全城备战，该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这半年除了种粮酿酒，还种了什么？他们以为掐住我的脖子，我就得跪，他们不知道我囤在仓里的从来不只有粮和盐。城里的听着，乖乖交出粮食、银子、女人，本大王留你们全尸，敢反抗，老子血洗这破城，鸡犬不留。姑娘，那是上千马匪，咱这点人……别慌，让他们再靠近些。儿郎们，冲进去，金银女人随便抢。赢了，咱们赢了！这火器比千军万马还顶用啊！江姑娘威武！都记住今天，从前我们是任人宰割的流民罪猎，谁都能来踩一脚抢一把，就是这上千马贼的下场。守住城，跟定江姑娘。你来压我，我便用更大的力撵回去。这一茬，我种下的是火药和连弩，收的是一战成名的威。谁是江昭？这连弩，这火药，我镇南军剿匪10年，死伤无数，从没见过这等利器。萧统领，我原以为黔中冒出个据城的是哪路反贼悍匪，没想到是个姑娘家。你可知道私造军械、聚兵守城，按律
是死罪。我若不造这火器，不惧这些人，黔中数县的百姓早被黑风寨的马匪屠尽了。萧统领要拿律法压我，还是要这能荡平群匪的领气，请自己掂量。好胆识，说吧，这火器我有条件。你要什么条件？我要这一方水土的太平，谁敢来抢来夺，官面上谁敢伸手，你替我压下去。你倒是敢开口。我堂堂镇南军统领，凭什么替你一个流放罪招看家护院？凭我手里这能让你边军剿匪再不死人的火器，凭我这座城源源不断供你的粮草军械。萧统领是聪明人，是守着旧刀旧脑，年年拿弟兄的命去填，还是跟我换一支打遍南疆无敌手的虎狼之师？从今往后，谁敢动动你这座城，先问问我萧决手里的刀。萧统领放心，我的火器，我的粮草，随时供你。你护我一方太平，我助你扫平南疆。我萧决戍边10年，今日才算遇到个能并肩的人，这盟结定了。我这座城，再没人能轻易撼动。只是这般声势，怕是要惊动金体那些坐在金銮殿上的大人物了。醉卷江昭，私聚才艺，私造军械，屯甲养兵，形同割据，着急收缴夜锁城池，献出火器秘方。江昭押解信京问罪，钦此。我开荒种田，育匪安民，怎么又成了谋反割据？一介流放罪劣，坐拥雄城宝货，不是谋反是死。江昭，本官奉劝你，识相的自己绑了进京。督公大老远来，就为说这些？大胆！见了钦差还敢直视？江昭，本官数到3，你若不跪下领罪，本官即刻传令血洗全城，鸡犬不留。他带着天堑和大军，以为能吓我就范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我这2年到底种出了什么。督公要收缴的这座城，是我从一片寸草不生的死地，一炉铁，一茶粮，一锅盐，亲手种出来的。城里这数万军民是自愿跟着我的，督公带来的兵，攻得下这座城，挡住这满城火祸，平得了这数万民心吗？真要动手，激起民变，惹翻边军，督公担得起这个罪吗？你这是抗旨，是谋反！我开荒种田，养活数万人，替朝廷守着南疆门户，督公一句谋反，就想抹了这一切，这数万双眼睛都看着你。我靠的是这2年一茬一茬种出来的城兵人心，实力到了这个份上，天下自然侧目。哎呀，江姑娘息怒，息怒！方才都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本官此来，分明是奉旨招揽贤才。姑娘垦荒安民，育匪敬先，功在社稷，朝廷器重的很啊！那问罪收缴是底下糊涂虫瞎传的，本官回去定要重重责罚。哦，方才那个要血洗全城，要本姑娘留个全尸的，也是底下人。姑娘说笑了，本官一片好意，一片好意啊！那督公此来所为何事？朝廷有意，敕封姑娘都理西南盐铁矿业诸物皆由姑娘节制，姑娘只需名义上归顺朝廷，岁贡些许盐铁便可。督公爽快。江氏一门戴罪督业，垦荒爱民，育匪靖边，功在社稷，着涉江家合族之罪，江重冤案一并昭雪，官复原职，敕封江昭都理西南盐铁矿业诸物，赐盐铁充盈之权，节制黔中军政，钦此。从戴家的罪炫到节制一方的都理，姑娘，你做到了。俺岑虎当初就说跟定江姑娘没错，如今咱12寨也跟着姑娘扬眉吐气了。江都理，往后这西南的天要看你的了。这西南的盐铁，这满城的军民，往后我护得住。 2年前这儿还是个死野所，如今盐铁火器尽在你手，万民归心，连朝廷都要让你3分。我戍边半生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这还不够，我要让黔中的盐铁香消天下，让这西南的炉火世世代代不灭，让任何人再想动这片土地，都得先掂量掂量。有你这盐铁，我这刀兵，西南半壁，固若金汤。路还长，这西南的山，我才刚刚开始种。 他们当年把我流放到这片死地，以为是送我去死，可我偏在这死地里种下了第一炉铁、第一茶粮、第一锅盐，一茬接一茬，种出了一座城，一方雄兵，数万归心的人。全家流放黔中后，我没有死，我成了这西南说1不2的盐铁王。